如今大尺寸增程混动 SUV 市场可谓是风起云涌，各类竞争力都不弱的产品纷沓而至。那自上市以来，连续11周蝉联40万级销冠的家庭旗舰 SUV 问界 M8，我们 Lab 测试也拿到了一台增程版的大5座车型。那产品实力到底如何？我们用专业的测试设备来给问界 M8上强度。OK， 那本着 Lab 测试一贯的风格，咱们闲话少说，用硬核的实测数据说话。那先来看看问界 M8的总测试成绩和测试工况，接下来咱们再逐一细说。先来看一个好玩的涉水测试，主要也是今年的雨水量出奇的多，所以我们就在专业的测试场地呢测了一下问界 M8的涉水表现。那以往简单的涉水路段是离地间隙较高的越野车才能发挥实力的领地，但如今的新能源电驱结构相对于普通的燃油车来说呢，对于涉水路段的包容性其实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的测试场地涉水池的深度为350毫米，那其实对于问界 M8而言呢，是轻轻松松的可以通过测试。毕竟问界 M8官方的最大涉水深度可以达到700毫米，那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市场上最火热的硬派越野车坦克300最大涉水深度就是700毫米。今年雨季问界 M8的车主们大可放心了。不过也要提醒各位车主一句，最大涉水深度呢仅仅只是一个参考值。那实际的暴雨天气时，我们经过涉水路段还是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既然是盛夏，那么空调的效率也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产品点。毕竟高温天气，车辆在室外暴晒几个小时，车内温度高到可以蒸桑拿。即便是新能源汽车可以远程提前打开空调，大家也关心空调的降温速度如何。我们通过专业的测试设备，在问界 M8的前后排左右头枕、中央扶手位置布置了5处测温点。那在正午高温天气下呢，室外静置暴晒1小时以后，车内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59.6摄氏度。而当我们开启空调的急速降温模式10分钟以后，再次采集车内5处测温点的情况，发现问界 M8车内5处测温点的最低温度呢，已经来到了34.6摄氏度，10分钟就可以快速降温25摄氏度。这个数据很亮眼。其实问界 M8本身也带有电动遮阳帘，炎炎夏日头顶的骄阳对于车主来说并没有那么可怕，再加上能够快速降温的空调表现，夏日用车的问界 M8在舒适感这块呢，确实是让人相当满意的。那空调降温速度很快，那么问界 M8车内座舱的健康程度又是如何呢？毕竟车内座舱的水平也是一辆好车的必备素质。而在当下带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新能源汽车具备的各种场景和拓展能力，也使得大家待在车内的时间相比以往来说长了很多。这就让健康的座舱环境呢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采用专业的分时器分光光度法，使用专业的甲醛测试设备，在问界 M8的车内气体进行采样以后呢，最终检测结果显示，问界 M8的甲醛含量最低仅为0.024毫克每立方米，远低于国家标准的0.08毫克每立方米。不仅甲醛含量低，在类似于甲苯、苯、二甲苯等有机气体的检测中呢，问界 M8的车内含量也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好的车内空气质量呢，尤其来自于2点。首先，最重要的是车内采用了大量的环保材料，比如低 Voco 内饰、水性胶水、双组分吸音棉，减少了车内异味和有害物质的释放。其次是问界 M8标配了 UVC 加 Morphos 抗菌滤芯，高效净化车内空气，空气抑菌的效率达到了99.9%以上。那除异味的效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能够有效过滤车内的灰尘、花粉以及有害气体。那在这2点上呢，问界 M8完全经住了考验。不过座舱的舒适性不单单只是甲醛含量低，空调给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问界 M8的座椅，主驾14项的电动调节 Nappa 真皮座椅面料，咱们这些都不提了。这台车的座椅通风倒是吸引了我们的关注，不仅前排和后排座椅通风都是标配，夏天开车时呢，再也不怕后背湿透，而且风量十足。在我们体验过的新能源产品中呢，问界 M8的座椅通风能力算得上印象深刻了。尤其是值得一提的小细节啊，这台车的座椅通风设计的还是吸风式，3档风力下再也不怕屁都冰凉了。那测完了静态表现，我们来看一看问界 M8 3电水平如何。即便这是一台增程式的版本，我们也同步对它进行了充电的测试。那经过我们在3方充电桩的实测，问界 M8 增程版的最高充电功率达到了161千瓦，20%到90%充电仅用时22分钟。问界 M8 增程版搭载了53.4度的3元锂电池，充电速度在当下混动车来说呢，算是比较快的水平。本身已经是综合续航1526公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310公里，那配合上速度够快的充电效率，那日常呢完全就是一台纯电车的体验，而且呢还没有里程焦虑哦。
那充电快意味着日常用车的补能更上一层楼。那么新能源车还有一点是加速性能也是要很快。即便我们拿到的问界 M8还是增程版本，但依旧具备官方5.2秒的强悍加速能力。然而让人惊喜的是经过一番实测呢，问界 M8增程版竟然让我们测出了5.19秒的最快0-100加速，比官方数据还要快0.01秒。5.19秒的最快0-100加速成绩出现在了第6次测试中，而经过我们的连续14高强度0-100加速以后呢，问界 M8增程版的性能也没有出现衰竭，其第9次0-100加速还保持在了5.24秒。那在一台大尺寸的新能源 SUV 上，能具备如此强悍的性能，得益于问界 M8全系搭载4缸增程器与双电机4驱系统。其中双电机的总功率为392千瓦，峰值扭矩为598牛米，动力数据堪比传统的 V8 发动机。而4缸增程器也算是节能与性能的结合。量产热效率高达44.8%，不仅意味着在发电过程中能够将更多的燃油转化为电能，也意味着即使在亏电状态下，整车的性能依然能够得到保证。当然对于一台新能源 SUV 来说呢，性能如何其实是锦上添花，更核心的产品力还在于整车的动态舒适性也能否把握住消费者。而动态的舒适性呢，其实也是多维的，座椅的舒适性、整车的 NVH 表现、动态驾驶中的底盘表现等等等等，甚至还包括整车座舱的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大家买车用车来说，才是更为关心的指标。刚好在 Lab 测试的百宝箱里，能够检验问界 M8专业水平高低的专业设备，我们都有。那话不多说，我们安排。首先就是底盘测试10条减速带呢依次排开。当车辆行驶在这样高难度的颠簸路时呢，底盘的表现如何？我们用专业的仪器读取到问界 M8在经过连续减速带组成的颠簸路时，其底盘垂向的最大加速度为 1.07G， 并不算高。除了垂向最大加速度，问界 M8在颠簸路时的底盘振幅更值得关注。驾驶这台车驶过这段路能够明显感觉到整车的悬架在经过这种高难度的连续颠簸路段时呢，悬架的压缩回弹很干脆。车辆从进入测试路段到驶出整个过程中呢，悬架给人的感受始终是有节奏的反馈，车身既不过分横摆，垂向的颠簸呢也始终保持在一个舒适的范围内。那轮胎碾过高低不平的减速带，虽然说有较大的冲击力，但始终传递给座椅的感受呢却是很温和。或许是得益于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加全系标配的臂式双腔空气悬架和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的组合，整体上在我们测试的大尺寸 SUV 中呢，也是属于舒适性比较突出的选手。而舒适性除了底盘表现和 NVH 也是息息相关，尤其对于大尺寸大空间的 SUV 来说，优秀的 NVH 水平呢是一个必备项。经过我们的实测，问界 M8车内的 NVH 表现如下表。在60的时速下呢是53.9分贝，80的时速下是56.8分贝，而120的时速下为62.2分贝。60的表现不错，并不意外，但问界 M8在时速120的状态下呢，其车内的 NVH 水平也仅为62.2分贝，确实有点出乎意料。那我们看了一下，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问界 M8的前后排都采用了双层隔音玻璃，那2排还具备后窗遮阳帘。坐在问界 M8的第2排整车座舱的静谧性、舒适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总的来说一番硬核测试下来呢，问界 M8的综合产品表现确实是有点超出我们预期的。那作为一台大尺寸的增程混动 SUV， 其在性能、舒适性、3电等方面表现出的产品力完全能匹配它的市场热度。那在华为顶尖辅助驾驶能力的加持下，其具备在高端新能源市场的统治级地位。那40万级的销冠可谓是名副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销量好不是没有理由的，毕竟市场的眼睛还是雪亮的。OK， 那么以上就是问界 M8在本次测试的所有项目了。还想看哪些车？欢迎评论区留言哦，我们拿车安排。